大家好，今天这个故事不止让人鸡皮疙瘩掉满地，还会让你忍不住怀疑，那个看起来最无辜的人，会不会其实才是最会演的？在好运来里面，一桩看似简单的命案，突然翻出了一锅惊天的大粥。谁在说谎？谁在装傻？谁又在梦中说实话？真相也许比八点档还八点档。事情从一个梦开始。说真的，现代人能够好好睡一觉已经不容易。偏偏陈义凯有吴东艳饰演，却在梦中看到了王静怡擦枪得势死亡的画面。不是梦到她穿婚纱，不是梦到她买彩券中头奖，而是她死亡的瞬间。哇，这画面不输给惊悚片开场的5分钟。问题来了，她怎么会梦到这种细节？是灵异体质，还是心虚作祟？这种预知型的噩梦，你说巧合也行，你说巧得太过火，就不免让人怀疑，是不是那颗内心的良心警报器自己跳电了？就在陈义凯还没有搞清楚自己是睡着剧透还是梦中爆料的时候，江云飞演小云氏就出场了。他不是来问罪的，而是来安抚的。他讲话柔声细语，眼神像白开水一样温柔，还会帮陈义凯泡热茶。但越是这样，我们越要问他到底想知道什么，还是早就知道了，只是在等那个人自己破功。陈义凯果然快崩溃了，压力大到必须去看医生。医院本来是让人看开的地方，他却在那里看到了更多。碰巧遇见黄瑞达、傅子纯氏和蔡佩如聆听遇事，这两人不是一般的医院路人甲乙，而是跟命案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关键人物。三人狭路相逢的那一刻，不是火拼，也不是拥抱，而是一场无声但紧绷到快要炸裂的气场对撞。陈义凯精神恍惚，眼神飘忽，话没说几句，就像快自燃的引火线。你说他会不会在那一秒脱口而出一句让所有人都变脸的话呢？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想起另外一个巧合，为什么好运来从一开始就铺满了这么多角色的微妙互动？从黄静怡的那场神秘的死亡，到陈义凯的梦中剧透，再到黄瑞达和蔡佩如的医院相遇，这些人彼此牵连的线像蜘蛛网一样细致缠绕。而你有没有发现，所有人看似都在说真话，但却说得刚刚好，不多不少，没有破绽。这不是实话，这是高级隐瞒。回头看，类似的情节在历史上面并不少见。比如说某位大人物临终的时候一句梦话，让整个王朝改朝换代，又或者一场精神错乱的报告直接让警方破案。更别说在华语区影视剧里面，这种梦中说漏嘴的桥段已经被完成了一种高级的标配。但你猜怎么着，现实生活当中也真有凶手因为做梦太真，心理压力太大，主动找警方自首。这不是八点档，这是新闻。很多人会问，梦这个东西能做证据吗？还真不能。但梦中所带出的心理状态，却往往是追查真相的第一道裂缝。而有趣的是，好运来这段情节里面，梦、医院、巧遇这3大元素看起来云淡风轻，实则每个人都埋着炸弹，只等观众自己去引爆。说到底，谁才是真正的凶手？陈义凯的梦是预知还是记忆？江云飞的安抚是同情还是布局？黄瑞达跟蔡佩如的出现是巧合还是计划的一环？你以为这是演戏，但其实戏中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答案终于浮出了水面。原来这场命案的关键人物不是单一嫌犯，而是一场连环遮掩。陈义凯之所以梦中见黄静怡死亡，不是他有超能力，而是他曾经在现场，他的潜意识将那一晚的情景压进了梦中。当时他没能阻止，事后却不敢说出口，才导致精神濒临崩溃。江云飞一直知道这一切，却选择用温柔操控他，希望他能够慢慢瓦解自白。而黄瑞达和蔡佩如出现在医院，那更不是巧合，
他们其实是为了确认陈义凯是否会动摇。一场命案其实有太多共犯，而陈义凯只是众人里面第一个快撑不住的那一个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谁杀了黄静怡，而是谁知道黄静怡是怎么死的，而且选择闭口不说。因为那一刻的沉默有时比刀子更可怕。那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相往往就藏在最不起眼的细节里面。每个看似平凡的表演，无意的一句话，可能就是一颗定时炸弹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或许也经常装没看到，装没听到，但逃避终究躲不过真相的脚步，哪怕是梦，都会把它挖出来。最后一首诗送给今天这个扑朔迷离的剧情：一梦惊魂夜未央，鬼影浮现暗心房。欲望迷局藏真相，谁人心底最无妨。喜欢这种抽丝剥茧、拨云见日的内容吗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，我们下集将揭开更多意想不到的爆料内幕。阿峰在这里祝大家夜里有好梦，醒来没惊吓。我们下次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50岁，可能很多人想着退，而我只能拼。我用这个频道努力为大家讲出世界的真话，冷暖人情，人生百态。从写稿、拍摄到剪辑，每一支视频我都自己扛，只希望对得起每一位愿意停下来听我说话的你。如果你愿意支持我继续讲下去，请加入会员频道，和我一起守住这份坚持。会员朋友可以享有抢先观看新视频、幕后花絮、点名感谢上榜机会、每月会员专属直播互动。一杯咖啡的价格就是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请点击下方加入会员，让跨界茶话间不只是我的坚持，也成为你的选择。谢谢你，我们会员专区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50岁，可能很多人想着退，而我只能拼。我用这个频道努力为大家讲出世界的真话，冷暖人情，人生百态。从写稿、拍摄到剪辑，每一支视频我都自己扛，只希望对得起每一位愿意停下来听我说话的你。如果你愿意支持我继续讲下去，请加入会员频道，和我一起守住这份坚持。会员朋友可以享有抢先观看新视频、幕后花絮、点名感谢上榜机会、每月会员专属直播互动。一杯咖啡的价格就是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请点击下方加入会员，让跨界茶话间不只是我的坚持，也成为你的选择。谢谢你，我们会员专区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50岁，可能很多人想着退，而我只能拼。我用这个频道努力